挑战绿皮火车生存70个小时。这是黑龙江始发中到海南的一趟超级长列车，总里程4300公里，横跨整个中国12个省份、24个城市。它也是国内唯一一辆火车上船过海的列车。我呢是中国最北的 UP 主，在弗雷尔卓德生活多年，从未踏足南方领域。这一次，我将挑战火车生存70小时，从零下30度到零上30度，60度的温差，穿越整个中国。完了！我是突然决定从黑龙江去海南的啊，从漠河到哈尔滨转那段我就没录，但也无所谓了，毕竟众所周知嘛，我就是一个漠河人，咱们不录就不录了，反正我怎么都得从漠河出来是吧？从漠河到哈尔滨的时间也非常久，总共有20多个小时。如果说有这个直达车啊，从漠河到海南，那加一块可能要70个小时才能到达。因为这趟车是全国最特殊的列车，我还特意取了张票作为纪念。票价1367啊，这票价可比飞机贵多了。现在飞机也就400多块钱就能下来。其实最开始想坐硬座的啊，但奈何这个 Z114它硬座它取消了，现在一个硬座车厢都没有，不是硬卧就软卧。这次出发穿的非常少，上面一个半截袖，一个冲锋衣，下边就光腿穿了一个外裤。我从漠河出来的时候零下是30度，到海南我看了天气预报有零上30度，也就是说在3天70个小时之内啊，我经历了60度的温差。真死亡啊！我得走到紧后边。对。哎，这就是我们的地方。咱们所在车厢是第4节车厢，前面3节啊分别为火车头、货车厢，还有餐车，可以说是非常靠前了。整节车厢现在好像就我自己，没有别人。现在这个黑龙江和海南旅游啊都是淡季，机票价格已经非常低了，就很少有人选择去坐火车5、60个小时去海南。即使有，也很少会选择软卧，因为价格太高。我最开始的想法就是为了拍摄，不想打扰其他乘客，所以才选在这里。现在看来确实是明智之举。哦，这些都锁着呢，你看到了吗？整节车厢就我那个1号厢，还有这个2号厢开的，剩下这全锁着呢。这没开就说明压根真尴尬。那我刚才那咋拉不开呢？这就拉开了，算我放屁。咱们要停的第一个大站啊是沈阳站，沈阳站应该是停20到30分钟左右。这趟 Z114啊，总全长4300公里，从黑龙江始发，途经吉林、辽宁、河北、北京、天津、山东、河南、安徽、湖北、江西、广东、海南，共13个省份。出发的时候，漠河那边还下雪呢，到哈尔滨之后，雪这边外边是看不着了。目前据我所知道，秦岭淮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界线，然后就是黄河和长江，再一个就是等到时候过琼州海峡的时候，这个车厢要解体，火车上船搭乘轮渡去海口啊，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节点。咱那个箱里边有充电的地方吗？有，那个茶桌啊，下面有一个充电闸口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它这个充电口充电速度真快啊！我印象正常火车充电可慢了，它这个充电插口是快充。长春，我们到达的第一站，这里是吉林长春，停车11分钟，我们有11分钟的自由活动时间啊。现在在长春，我们还可以看到列车员和周围的乘客穿的都是羽绒服，非常厚。咱们越往南走呢，穿的越不一样。没人啊！太冷了。咱这是外卖吗？哇，还能点外卖呢。在网上点，在网上点，然后给送到火车站。哎呀妈呀，我都不知道在火车上能点外卖。这是我们点到这个12306主页，然后进入出行服务，看看有麻辣烫、喜家德、水果捞、李先生、半亩良田、肯德基、华莱士，我去全能定了，还能走积分呢。一开始知道能点外卖吧，还挺激动，寻思第2天点外卖吃。后来发现并不是每个城市都可以啊。例如这趟 Z114啊，它是长春、沈阳啊、南昌可以点，其他城市就不行了。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，必须提前点才能送到。1个小时我们就到沈阳了。到沈阳以后，把这个窗户擦一擦，里边我擦完了，把外边也擦一擦，然后估计沈阳应该会上朋友。车厢里，咱们简单吃一口下午茶，一根红肠，加上一盒泡面。来，张嘴整口。火车吃泡面有 buff 加成，贼香。到沈阳了，有你好果子吃。我刚才算了一下时间，咱们得在沈阳北站停将近50分钟。到沈阳这个温度一下就上来了，不冷啊，这是我的。这边停靠时间比较长，北京也是，比这还长，阜阳时间也长。为什么停这么长时间呢？就是因为换车头啊！刚才列车员告诉我的，因为换车头。
这趟行程中途换了几次车头，我都没有拍到，挺可惜的。因为最近管得比较严，没有办法。看列车时刻表啊，就是那种一停20分钟左右的，都是换车头。刚播报啊，前方到站呢，锦州啊，到锦州了，我们得庆祝一下，我们吃个黄桃罐头，因为马上就要出国了。人也不多。我坐完这趟火车发现个事儿啊，就是如果给你们一个机会坐这趟车，你们就选3个东西啊，手机排除在外，你们都会选哪3样？我特别好奇，咱们可以发在弹幕或者发在评论区。刚才列车员来说这个铺有个乘客应该来，但是他没来。等会儿出去之后问问怎么回事。后来一打听啊，那个兄弟在其他车厢发现自己朋友了，就索性不来了。毕竟车厢都是空着的，没有人。山海关。下车时，请注意列车与过了山海关，我们就完成了第一步，出东北。我得下车活动活动身子。哟，这么多蔬菜，我都给洗好了，都是切好的呢，而且看看，一大包一大包的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被切好了送到餐车。上午9点出发，经过了7站，我这些车厢上来不少人，但是没有往我这个包房来的。听起来一个人包厢是特别爽，但时间长也挺腻歪啊。得亏昨天晚上我睡得晚，白天没啥事就在这躺着补觉了。我能骚扰的也就是列车员了，没事就跟他们去唠嗑，因为旁边就是餐车嘛。嘿，您猜怎么着？北京通州，但是咱们这个车得开到丰台才能停。给我在北京的朋友们画一个定位，调戏一下他。北京上班可累，每次跟他们打游戏下班了通勤得好久才到，40分钟。那40分钟在北京也算快了啊。第一个，敬在北京上班的朋友们辛苦了。北京这里真是停了好久啊！我在外面溜达了好几圈，他们才开始放人进站。然后就来了个阿姨跟列车员商量，说后半程想坐硬座，但很可惜，这趟 Z114啊，一共有18节车厢，原本有1节，它就是硬座，但是刚好在这个月的3月1号啊，取消掉了。现在是咱们的夜宵时间，咱们简单吃一口啊，要晚上吃多了该睡不着觉了。晚上肯定得喝啤酒啊，不喝啤酒它是不行的。一袋花生米，然后一个鸡爪子，蘸酱菜，我拿了一兜子蘸酱菜，再搂个猪蹄儿，小辣椒。原本准备是去，我看车厢里有人的话就不打扰大家了，去那个餐车吃嘛，但是没人。哇，这猪蹄真香。现在是上午的6点31，已经到阜阳了。阜阳车上半夜上人上满了，然后刚才上人是哪个站呢？下一个兄弟，阜阳又下一个兄弟。这一夜过得还很舒服啊，上来3个兄弟，但是大家都没有打呼噜的，坐的也都是短途，几乎是半夜上车，早上一起床就下车了，没有几个像我一直坐2、3天。跟前面瞅一圈，凉快啊！直接就奔着这个车头来了啊！咱们来的时候已经换完了，就是在做最后的对接。过了北京以后，这种大站就是以下的为主，上的越来越少。虽然说咱们迷迷糊糊早起没有看到火车头对接啊，但是咱们回到车上以后，最美的日出和红日，这波也值了。看看，这也是一招吧。过了阜阳，我们先吃一个早饭啊，准备迎接跨越淮河的时刻。酸奶杯、小饼干、草莓酥。我们刚过了抬头站啊，马上就要到淮河了。哎呦，这就是淮河，这边是北方，这边现在我们已经到南方了。从现在开始啊，这边就没有暖气了，只有湿气。干杯，我们正式到南方了。
欢迎来到南方，我的南方朋友们。早上起来以后啊，整个窗外的风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昨天晚上一点绿色看不到，今天早上生机盎然。好的，现在咱们已经正式进入了湖北，然后现在在列车的左边呢，就是我们的大别山方向，我们可以看到远啊，我们看不到，哈哈哈。从我的角度来看，就是从黑土跨到了黄土，沿途这一路景色对我来说吸引力真的非常巨大。原本准备睡一觉，但是深深的被吸引住了。窗外的景色跨越了2个季节，从冬季一直到春季。这个看那地图啊，快过长江了，我们庆祝一下，去餐车看看什么好吃。昨天晚上很可惜啊，咱们跨越黄河的时候是凌晨2、3点，列车员说看都看不到，更别说拍了哈。我们在这坐着等会儿。哎，马上就要到九江长江大桥了，就在前方。长江是咱们中国最繁忙的水系，上面的货运船一艘接着一艘，老离谱了。浮沉那个还有鸡巴台车，大呢。鸡肉炖粉条，大头菜，西葫芦炒鸡蛋，米饭是东北大米饭，这在车上还吃的老家这一套，不是朋友是对象。这趟列车啊，它是东北哈尔滨段的，厨师和列车员全都是东北的，所以说我们在上面能吃到菜也是东北菜。从东北黑龙江出发到东北海南，这么吃多好吃吗？老香了。战果，哎呦，太香了，给我吃热了，冒汗了。南昌外卖。这是 Z114最后一个能点外卖的站，南昌站。哎呀，空气真不错呀，太暖和，真好。在这里又重新问了一些列车员，明天具体咱们火车上船的一些流程。其实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啊，就是如果船来晚了，咱们就耽误时间，或者说拆解的过程慢了，也会耽误时间。再一个，赶上了台风天或者极端天气，那么这趟火车的终点啊就被安排在了广州，剩下的就由游客自己解决了。我们马上就要到广州了，但是这边温度啊没有我想象的高啊，可能是全国大降温的事儿吧。过2天全20度，但是今天这沿途一路马上到广东了，现在还是10多度。这不马上广东了吗？啊，我们来庆祝一下，来吃个小甜点，鱿鱼丝。看咱这一路啊，黑土变成黄土，变成红土，这一路走过来，哇哦！这一路最爽的是啥呀？就是这个充电宝带俩，一个没用上，老周带一个了。为什么说这趟车它值得一坐呀？因为它经过了我国东北平原、华北平原、长江中下游平原、江南丘陵、珠三角平原、雷州半岛和琼州海峡。要不说这趟车是全中国最特殊的车吗？我们现在已经经过了东北华北平原、黄河、长江和淮河，现在呢就进入到了丘陵地区。这边这么多山洞呢，我们到哪儿了？这是319国道，这黄坑、茅坑，这个地方怎么这个位置这个名字有点炸裂？为什么叫茅坑啊？哟呼！看这小狗狗。赣州啊，是我们这次行程倒数第2趟需要换车头的位置，最后一趟在广州白云。赣州是我国华东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站，停着20多分钟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车都在这里进行换车头或者做交接。对面这个叫新时速运地公司，哎，我从来没听说过呀。这多少节车厢全是他们的。走在这边就是不停的在穿山洞，不知不觉就黑天了。今天咱们还是9点10点能到广州，你们知道我要干什么，所以说咱们先去买点吃的啊。晚上餐厅没盒饭，就是炒菜，你要吃的话只能自己过来点菜。在广州来一口哈尔滨正宗大红肠。对于我来说，这一路上并没有网上说的那么难熬啊，可能是我第一次来南方的问题。一路景色随着时间的推移都有很大的变化，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新鲜的。自己在路上心情过得很舒畅，但是身体确实熬不住了。到晚上我发现脸上已经长了几个包。
广州白云，暖和啊！到了广州白云，这个温度一下就不一样了，舒服，穿半袖舒服，嘎嘎舒服。到了广州以后啊，下棋的人就越来越多了，几乎是没有往上来的人。跟我想的一样啊，今天晚上就是包厢的一天，因为已经到广州了，大家基本上都下了，没有多少人上来。起床，因为咱们就是现在变成车尾了，之前车头现在变成车尾了，咱们得往西走。我们今天晚上从广州白云出发以后，上床早点睡觉，因为明天3点或者4点啊，咱们就要起来。目前还不确定几点能到港口，为了能看到这个火车拆解上船，只能早点睡。我已经到这个海安南了，准备是拆火车，然后上船。现在车上还能剩下的乘客全都是去海口的了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咱们拆车厢是从哪节开始拆？就从这种开始拆的。我不能过去了呗？过不了，谁也过不了。啊，就在这儿就开始拆了。对，好。哎，这一大早上啊都没人起来，我就起了个大早，就为了拍摄一下。分开之后，整个火车都是要断电的，只有上船以后线接上电，咱们才可以使用。8节 Z114分成3节，就是6节为一列。咱们现在在船的最左边啊，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，我听工作人员说两边都没有窗户，就是在船舶里硬待着。现在5车和6车还没拆吗？一会儿这位置拆开，这边的头把咱拽回去，旁边这节是给咱们留的。看过很多人体验这辆车的评论都说什么呢？上船是最难熬的，又湿又闷又潮，而且特别黑暗。啊，这个现在是对接完成了，我们就这样到了。但是从这个船开动以后啊，我个人体验来看，其实都没有，就像跟晚上一样，你不用往窗外面去看。现在已经在海上了，咱们就只能补一觉吧，把垃圾收拾收拾，补一觉。整体的感觉还是非常舒服的，尤其是在海上，像是婴儿的摇摇床一样。在跨越琼州海峡这段时间啊，我睡的是非常香。这火车上船晃晃悠悠是真舒服呀，给我睡懵了都。就1个小时咱们就到了。下船之后，虽然说离海口站已经很近了，但必须在港口把船重新拼接好。窗外的景观呢，也直接变成了热带。这些椰子树，说实话，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椰子树。收拾吧，小伙，快终点了啊！来，这是一包，我全都在这里。好的，谢谢。历经了50多个小时，我们现在是终于到海南了。这一路5000多公里啊，从最北的漠河出发，一直到海南海口，横跨了整个中国，70个小时的旅程。咱们从冬季啊到春季，最后到夏季，途经了13个省份，还是非常推荐大家来体验一次这辆车的。虽然说上火脸上起了几个痘痘，但总体来说还是非常开心。我们这期节目呢也就到此结束了。